你们偃月宗是不是有一名叫南宫婉的女修？她如今怎样了？啊，前辈认识南宫师叔。南宫师叔如今正在宗内坐镇，一切都很安好。师叔，他也进阶元婴了？南宫师叔在100余年前就凝结元婴成功了，如今是本门长老之一。前辈是南宫师叔的旧识。旧识，也算是吧。我当年曾经受过贵师叔大恩，一直想再见见他。呵呵，南宫师叔虽然很少见客，但前辈真想见的话也容易。3个月后，南师叔就要和化翼门魏长老举行双修大典。双修大典？不错，化翼门这位魏离尘长老，堪堪300年就结成了元婴。一旁的雷万鹤等人见状，面色古怪，任谁都看得出韩立和南宫婉关系绝不简单。唐道友不用惊慌，韩某没有恶意，只是听到往日爱慕之人突然要变成他父，心里有些激动罢了。既然知道此事，在下自然要去参加好友的大喜之典了。韩立又追问了南宫平之事，得知宗内绝无此人后，他心下恍然，当年的南宫平分明就是南宫婉本人。彻底失去谈话兴致的韩立阴沉着脸，默默驾御风车。小半日后，到了一处无人的小山头，在下就和几位道友在此分手了，这里已算是安全之地。韩某另有要事，就不继续相送了。雷万鹤等人拜谢后纷纷离去，韩立则方向一变，破空而去。孤身飞遁，韩立心中波涛汹涌，他怎能眼睁睁看着南宫婉嫁给他人？经过一番思量，韩立定下计策，无论如何，他都要将南宫婉带走。为了潜入偃月宗，韩立盯上了一名负责采买的管事袁坤。城外荒野，银光一闪，一跃凭空出现，拦住了去路。我等是偃月宗弟子，前辈是。主人放心，以这3人的修为，奴婢几乎手到擒来，绝没有其他修士注意到的。这次做得不错，就用你的幻术配合我的梦影术，让他把一切都吐出来吧。之后，韩立运用秘术，将容貌变得和袁坤一模一样。他带着货物，大摇大摆地混进了偃月宗山门。袁坤，你到这里干什么？这里不应该是你来的地方。启禀2位师叔，师侄想见一下南宫师祖。我遇见一位前辈，他硬要我将一件东西转交给南宫师祖，还在我身上下了禁制，只有南宫师祖才能解除。你先把贺礼拿出来，我帮你转交一下。南宫师祖说了，那人的确是他的旧友，你可以跟我去见师祖了。韩立穿过几间房间，步入了典雅精致的大厅。厅堂正中，一名乌发白衣的少女正低手看着手中一把银色巨剑。白衣女子将银剑放回木匣，琴手轻轻一抬，望向了韩立。一张让韩立魂牵梦萦无数次的娇容，终于真实的出现在他面前。这一刻，所有的伪装与心境都被他彻底抛至脑后。南宫婉见这名弟子竟敢如此放肆地盯着自己，先是一怔，接着美目中闪过一丝若有所思之色，秀眉微微皱了起来。